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韦恩有话说。今天韦恩想要说一件事，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个性别议题当中这么多年来蛮困惑，但也蛮需要被厘清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字和定义重要吗？这个主题跟性别议题有什么关系？跟探讨人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真的很大。我相信大多数的观众朋友在这个性别议题的探讨当中我觉得有蛮多的细节不是那么的清楚。还有就是在这几年，不管是同婚的法案，或者是性别平等教育法、性别平等工作法，甚至近期一直在讨论的反歧视法，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细节会有一些核心的部分，大家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对我来讲，其实我很需要知道你这一个名词，你的定义是什么？你到底想讲的是什么？当今天一些用词已经上升到有法律的位阶的时候，我们身为一个依法行事的人而言，公民社会的人而言，我们需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定义当中明白原来法律里面的这个用词所指的是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大多数的人在现在可能听到性别这两个字，多数直觉还是会反映到说男性或女性。那个男性跟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是我们很习惯听到性别这两个字的回应。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其实性别这两个字，这是中文的用字。性别这两个字，其实在英文里面是有不同的对应的词。在英文里面呢，性别在现在的时代发展出了两个用字，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生理性别，英文称为 sex。而另外一个呢，是现在的主流，在英文的国家里面，如果要用在性别上面会用的单字，叫做 gender。其实这两个字在指的性别，在核心里面是不一样的。sex 这个字，我们可能在学过英文的人，好像很直觉的会觉得它叫做性。可是事实上，单看到 sex 这个字的时候，在一般的文件上面，它所指的就是要问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它不是在讲任何性行为或性感受，它很单纯的讲的就是一个生理性别。而 gender 这个字呢，算是因着性别运动的发展才开始出现，然后开始被用在对应性别的这一个用字上，通常而言会被解读的叫做社会性别。而 gender 为什么会出现，其实也就是现在这一个时代，当我们在面对所谓的性别少数 LGBTQ 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同者的一个用字，因此 gender 这一个字才逐渐的开始被使用出来。其实 sex 跟 gender 真正在解释上面以及在过去的应用上面是非常不一样的。现在出现了这两个用字，可是对应到中文都称为性别的情况下，那我今天在问你的性别是什么的时候，或今天有一个法条称为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时候，这当中的性别到底要讲的是什么？而这个性别涵盖的内容是什么？这就是定义。定义关乎到我要怎么样子去符合，或者是我要怎么去回应如今的性别平等工作法，过去称为两性平等工作法。这个两性很明显的就是男女，也就代表着这个工作法要规范的是男女之间如何有平等的工作权，如何得到平等的工作的对待。而如今为什么我们的法条会从两性平等工作法变成性别平等工作法？原因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去对于不同性别身份认同的人也能够平等的对待。而的确，这也是一个在工作职场长久以来发生的一个现况。当今天在工作职场上，有些人他的形象或他所呈现出来的样貌跟传统的两性的认知不一致的时候，公司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应这样的一个个体？当我们能够去理解到说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独特的个人呈现面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尊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拿下那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人的不一样。
当两性平等工作法变成性别平等工作法，把社会性别的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族群也纳入在一个被保障的范围内的时候，这会让这些性别少数的朋友能够在工作的职场上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而被特别的对待，不会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做中性打扮的人而被错误对待。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好的，是合适的。只是我们现在在谈很多跟性别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似乎好像男女的这种生理性别已经不是主要探讨的事情，我们要探讨的反而更多是来自于社会性别。当 gender 这个所谓的社会性别被纳入在一个需要被平等对待的规范当中的时候，它所产生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点就在于，我们今天一直都在谈社会性别认同者的权益，可是还是有很多生理性别认同者他的需要并没有被解决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而这样的一个定义问题也就延伸出来，社会性别要怎么被定义，怎么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角度去保障它应该要有的权益。其实这些年在讨论整个性别平等教育法、性别工作平等法这样的一些法案过程里面，往往出现了非常多这种所谓定义不明的问题，而这个定义不明的问题所衍生出来的，其实就会让遵循法律的人没有办法有一个客观的依据。过去这么多年，其实有一个名词也一直被拿出来做讨论，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所提到的多元性别这一个词。这个词的争议，其实很多人可能并不是那么理解。这个争议就在于多元性别到底指的是什么？到底里面含括的是什么？而这些年不断有一些对话之后，慢慢的似乎多元性别的定义也越来越明朗化。多元性别这个词其实是中文里面特有的用字，在英文呢，过去其实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对应用字。有些专家学者会拿 gender diversity 这一个字来对应所谓的多元性别，但事实上 gender diversity 这一个字呢，更合适的翻译应该叫做性别多样化。gender 不用讲了，它的中文翻译对应的就是性别，那甚至更准确的来讲是社会性别。而 diversity 这一个字呢，其实在中文的翻译最合适的就是多样化，它是同一个物种上面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因此 gender diversity 这一个字用性别多样化的方式来翻译其实是最合理的，但是翻成了多元性别就让大家有很多的困惑了。性别，所以男女以外的性别，那包括了哪些？而最近我也在性别平等会的网站上面发现，多元性别好像对应出了一个字，就是 LGBTI+ 这样的一个用字。这样的一个定义清楚的被表明了之后，遵循法律的人也好，老师啊、法官啊，或者是警察人员啊，甚至是所有的人民，也才能够清楚的明白说，原来你在讲多元性别，讲的是 LGBTI+ 这一个族群的人。所以我现在要再提回来的定义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能够在法案的执行上面提出一些社会环境的发展下面所碰到的现况。举例来讲，那今天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多元性别指的是 LGBTI+ 的情况下，那生理性别的身份认同者的权益或生理性别的身份的认同，是不是也应该要被平等的被教育？不是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只有去针对多元性别 LGBTI+ 去教育如何的平等对待，而是生理的男、生理的女的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平等的对待。而在面对情感上面的时候，男女之间的确存在的一些事实的差异，身体上面的确存在的一些事实的差异，基因上面也的确存在的一些事实的差异，也才能够被合适的给呈现出来，才能够在各种政策的发展上面去做出合适的对应。所以名词跟定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回过头来，对我而言，
过去长久以来用同性恋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义自己，我里面也非常的困惑。为什么？因为同性恋这一个词其实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种主观的感受。那怎么样子算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者？这在我前面的节目也都一直在提的。那我现在到底是同性恋者、异性恋者还是双性恋者？到底我现在是生理男性还是跨性别女性的这些称呼，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定义上面它并没有办法客观化。在目前没有办法客观化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子真正平等的对待每个个体？而这每一个个体的客观事实是什么？这个才能够在面对所谓的一些性别平等的论述上面被正确的讨论，否则我们会有很多没有办法讨论下去，没有办法去具体定的一些决策或规范。这一段时间也有另外一个议题吵得很凶，就是所谓的免术换证。免术换证这件事情呢，对于生理女性而言，有很多女性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这样子不能接受免术换证的女性，我们就要把她们贴上一个不够多元、不够接纳的标签吗？我觉得对这些生理女性的身份的认同者来说，似乎也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在讨论免术换证这一件事情上面，双方的论点都很清楚，就是尊重。可是这个尊重要用什么样子的角度可以客观化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身份认知是来自于他的主观认定，重点是主观认定这件事情的情况下，那所谓的有心人士，因为我们没有人有办法去客观的评价这个主观到底够不够强烈，我们没有人有办法客观的去依据说你的主观会不会改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同时间又能够保障生理性别女性的权益，又能够保障跨性别女性的需要或跨性别男性的需要？我觉得这一个点不是单单的就我今天推动一个免术换证就能够解决的。我要强调，名词的定义、身份的定义，这是需要客观条件的。它不是只有一个我主观觉得我是谁，我就可以去取得这样的身份的。如同原住民一样，今天你要取得原住民的身份，它有一些客观的要求跟客观的条件，你要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取得原住民的身份。否则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原住民，去取得原住民的身份。那这样子所谓的原住民的相关的法案的确立，对原住民的一些保障，那又要怎么样子被规范？因此我觉得今天在跟大家谈这个名词定义的重要性，也是请大家要好好的思考怎么样子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面，依法行政的这些事情，或者是在一些政策规范上面的事情，能够好好的立定一些合适的规范跟法律，这样才不会让法律被有心人士利用的一个机会。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名词定义的重要性，特别当这个名词用在一些法条、用在一些政策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更清楚的明白今天你所要谈的，今天你所要做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增进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了解，差异上面的尊重。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很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你对于我今天的分享有一些意见，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问题，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为我的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子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消息。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